你是不是有过这种感觉？学了好几年中文，可能平时工作邮件啊，简单聊几句啊，好像还行。但是呢，真想跟人深入聊聊，或者需要比较长时间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哎呀，词儿不够用了，心里有点发虚，感觉跟中文好像有点退步了。这种情况啊，其实挺普遍的，很多人都纳闷儿，明明花了不少时间精力，怎么这基础感觉还是不太稳当呢？好像有点白学了似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关键是怎么才能比较高效的把那些感觉生疏了的语言能力给它重新找回来。这次咱们这个探讨啊，就是想帮你弄清楚这个基础不牢背后到底有哪些原因，然后给你一些真的能用上的方法。嗯，对，你说的这个生疏感，或者感觉基础不扎实，很多时候吧，它不是说你把知识完全忘了，更可能的情况是你脑子里学的那些东西和你实际要用的时候，哎，中间那个连接啊，好像不太顺畅了，断了，或者说有点堵塞。所以咱们得先分清楚，你是真的忘光了，比如那些单词、语法点一点印象都没了，还是说只是因为用的少，他们暂时睡着了，需要的时候一下子叫不醒。你平时用这门语言的频率，还有在什么场景下用，这个其实是个挺重要的点儿。有道理，有点像那个好久没骑自行车，再上去可能晃两下，但不等于就彻底忘了怎么骑了，是吧？那咱们就先挖挖根儿吧，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咱们感觉这个语言基础不那么牢靠了？比如我自己就有体会，感觉单词好像背了不少，但真要用的时候，脑子就像卡壳了一样，就是想不起来那个最合适的词儿。对，这个是特别典型的一个情况。咱们可以大概归纳几个主要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也提到的，就是学习太零散了，不成体系。学语言的时候吧，知识点是孤立的，今天学几个词儿，明天碰到个语法，感觉像捡豆子似的。但是呢，这些点儿和点之间它没连起来。比如说，你可能认识一堆词儿，但具体到某个对话里，这几个词儿怎么搭配着用才自然？哪个词儿更地道？哪个词儿在这种情况下，听着有点怪，这个你就没概念了。结果就是你好像有很多零件儿，但就是拼不成一辆能跑的车。确实是这种感觉，脑子里好像存了好多材料，但缺个清晰的目录或者说明书，用的时候就特别慌。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缺系统复习。咱们都知道那个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嘛，对吧？信息输进去之后，你要是不及时看，忘得可快了。很多人学语言可能是，比如说为了应付个考试，或者完成个短期项目，目的达到了，哎，就放下了，没有根据记忆的规律，比如说那个间隔重触法来好好巩固。时间一长呢，那些好像当时会了的东西，就慢慢模糊了，沉下去了。这一点我的体会太深了。以前考试前，哇，玩命背，考完试感觉脑子直接被清空了一样。但是这跟完全没学过，应该还是不一样的吧？那些记忆还在某个犄角旮旯里。那肯定不一样，痕迹还在的，只是说那个提取的通道啊，它不顺畅了，需要重新把它打通，激活一下。这就带出第三个挺关键的原因，就是缺实际用用，尤其是输入和输出不太平衡。有些人呢，可能看了很多文章，听了不少东西，输入量挺大，但是呢，很少张嘴说或者动手写。这就像仓库里堆满了货，但从来不往外发，对吧？反过来呢，也有人胆子点大，
敢说，但是输入跟不上，说来说去总是那么几句简单的，那语言能力也很难真正提高。最理想的状态是啥呢？就是你通过输入学到新东西，然后呢，马上通过输出来用，来检验，来巩固，这么一个良性循环。说得对，输入是为了更好的输出，然后输出又能让你知道，我还需要补充哪些输入。这个圈要是断了，那能力就卡在那儿了。那除了学习方法、练习频率这些，还有别的原因吗？有的。第4点可以说成是，学习目标和实际需求有点脱节。就是说，如果你学语言主要是为了通过某个考试，比如那种标准化测试，那你平时练的重点可能就是答题技巧、做选择题啊、阅读理解啊什么的。这当然有用，但它跟你真正在生活中面对一个活人进行那种实时的、流畅的、有内容的交流所需要的能力，它不完全是一回事。可能你考试分数挺高，但真让你聊起来就不行了。这个确实很现实，为了考试背的那种作文模板，跟你自己真正想表达想法，完全是两码事儿。没错。还有一个，这个其实非常重要，但大家经常忽略，就是心理障碍。很多人呢，不是说不出来，他是不敢说，就怕犯错，怕发音不准被人笑话，怕语法用错了显得自己不地道，怕说的磕磕巴巴的。这种对犯错的恐惧啊，就导致他们干脆不说了，不写了，尽量避免用这门语言。结果呢，越不用就越生疏，越生疏呢就越不敢用，就掉进一个负面循环里了，语言能力自然就用进废退了嘛。这个怕错心理杀伤力太大了，感觉语言真像肌肉一样，不练它真的会萎缩。正是这个道理。最后呢，学习方法本身也可能有问题。比方说，有些人就特别依赖死记硬背，弄个单词表吭哧背，觉得背完一本词汇书就大功告成了。或者呢，一头扎进那个复杂的语法规则里，抠那些细节，但是呢，他忽略了培养语感。语感就是啥？就是那种对语言的直觉、自然的反应能力。你光有知识，没有这种感觉，用起来就很僵硬、很慢、不流畅。哇，听你这么一梳理，感觉这个基础不牢的原因还真是，挺多方面的，涉及到学习习惯呢、练习方式啊、目标啊，甚至心理层面都有。那既然找到这么多可能的病根儿，咱们该怎么治呢？是不是就得老老实实把以前的课本翻出来，从第一课开始？回炉重造，听起来工程有点大啊。哈哈，回炉重造这个词儿听着是有点吓人，而且说实话，对于那些已经有一定基础，只是感觉有点生疏的人来说，可能也不是最高效的办法。当然了，系统的去回顾和梳理一下核心知识点，比如说最基本的语法框架呀，那些高频词啊，常用的句型啊，这个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如果你觉得，我脑子里的知识体系确实挺乱的，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知识库做一次整理和加固工作。但我觉得吧，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激活你已经有的那些知识，并且马上把它用起来。你不一定非得把语法书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可以换个思路，把重点放在用上面。比如主动去创造一些压力比较小的交流机会，哪怕就是跟朋友用中文简单聊聊今天天气怎么样啊，你喜欢干嘛呀？或者试试用中文写几句日记，记一下今天干了啥。甚至可以试试那个跟读模仿，就是 shadowing， 找一段你觉得不错的 audio， 跟着模仿人家母语者的发音、语调、节奏。这些活动都能特别有效的把你那些睡着的知识给叫醒。等等，你的意思是，比起系统的去补课，
更重要的是赶紧去实战。但如果基础本身就不太好，直接上战场会不会特别受打击？比如说语法老是错，词也用不对，会不会越练越错，反而把错误给固定下来了？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担心的点。所以说呀，最理想的策略，它不是2选1，而是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呢，你得有针对性的去查漏补缺，回顾那些你明确感觉比较弱的基础部分。比如你发现自己老是搞不清那个了怎么用，那你就花点时间集中把它弄明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立刻把你学到的或者复习到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在用的过程中，你会更清楚地发现，哎，我这儿不行，那儿还有问题，然后你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回去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梳理、应用、发现问题、再梳理、再应用的这么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你要是光系统学呢，容易枯燥，而且跟实际脱节；光用呢，基础不牢的话，效率可能不高，还容易把错误练成习惯。两者结合才是最好的。我明白了，有点像学游泳，对吧？不能光在岸上看书学理论，也不能啥都不会就直接往深水去跳，最好是边学边练，下水去感受一下，呛几口水，发现问题了再回岸上找教练问问。那具体操作起来，我们该怎么开始呢？总得有个抓手吧，不然感觉还是有点无从下手。当然，第一步啊，咱们可以先给自己做个快速的自我评估，不用搞得很复杂，就问自己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你能用中文比较流利的做个大概1到2分钟自我介绍吗？不用说的多复杂啊，就说说你的基本情况啊，兴趣爱好啊，工作学习啊，这些能不能比较自然的说下来？第二个问题，大概有个200到500个最基础的常用词，你能不能比较自如的用它们组成一些简单的句子，描述一下日常生活啊，或者表达一些基本的想法？第三个，你听一段大概1到2分钟，语速正常的，没有字幕的日常对话或者小独白，你能抓住大概意思吗？不需要每个词都听懂，但能不能明白人家在说啥？这几个问题确实有点灵魂拷问的意思啊。说实话，我感觉我可能在第2个问题上就有点悬。那如果这3个问题里面有2项或者更多，感觉挺费劲的，或者干脆做不到，这是不是就说明这基础真的得下功夫了？可以这么理解，这至少说明啊，你脑子里的基础知识在实际运用这个层面上存在比较大的障碍。但这没关系啊，诊断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方向嘛。明确了问题在哪儿，咱们就可以定一个简单的复苏计划。比如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大概8周的基础恢复路线图。当然了，这个时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第1到第2周，咱们可以叫它基础清理周，不用贪多，集中精力复习大概500个左右的核心高频词，还有50个最基础最常用的句型。目标就是看到能认识，听到能反应过来，知道大概意思和基本用法。可以用一些那个间隔重复的 app， 像 Anki 什么的，帮着记。第3到第4周进入初步激活周，核心就是把它说出来写出来，给自己定点小任务，比如说每天用中文自言自语个5分钟，聊聊今天的计划呀，或者碰到的事儿啊，最好录下来自己听听，或者每天写个3到5句的中文小日记，关键是开始输出。第5到第6周开始增加有效输入，找一些难度合适的而且你感兴趣的阅读材料，比如新闻短信呢，简单的小故事啊，博客文章什么的。或者呢，听一些语速稍微慢一点、
发音比较清楚的播客啊、有声读物的片段，重点是理解内容，同时呢，留意一下别人是怎么表达的，积累一些好的词儿和句子。第7到第8周，尝试模拟真实场景，这时候可以找一个语言交换的伙伴了，每周固定聊个15到20分钟，或者参加一些线上的中文角活动，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具体的输出任务，比如说准备一个3分钟的介绍，讲讲你最近看的电影啊，或者读的书啊，然后找机会说给别人听，或者录下来。这个8周计划听起来，挺靠谱的，一步一步来，而且把输入输出都给考虑进去了。那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用的神器或者小技巧，能让效率更高点儿？你刚才好像提到了那个间隔重复 App。对，没错，攻击和技巧用好了，能帮咱们省不少力气。除了像 Anki、Quizlet 这类基于间隔重复法 SRS 的记忆工具，它们对付单词和短语特别有效。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技巧也挺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跟读模仿 shadowing， 这个技巧啊，对提升口语的流利度还有语音语调帮助特别大。重点就在模仿2个字，不光是跟上速度，你要努力去模仿人家说话的那个节奏啊、停顿呐、语调的起伏变化呀。最好呢，能把自己模仿的声音录下来，跟原音对比一下，看看差在哪儿，然后反复练。第二个呢，是坚持每日小额输出，不需要写长篇大论，也不用说个没完，关键是每天都做一点。比如说，每天规定自己用中文发一条朋友圈，或者在那种学习的社群里评论几句，或者每天必须说出3个完整的句子，里面要包含当天学的新词或者句型。这个看起来少，但积少而多，效果很惊人。第3个，建议建一个错误本，就是把你练习中发现的那些错误，不管是说错了还是写错了，都记下来。关键是别光记，你要去分析我为什么会错，是词儿用错了，还是语法结构没搞对，或者还是那种中式思维导致的。然后呢，隔时间就翻出来看看，提醒自己，错误其实是最好的老师，前提是你得认真待它。第4个呢，就是设定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小目标，别一开始就说，哎呀，我要达到母语水平，那太远了，容易放弃。把大目标切成每周甚至每天的小任务，比如说，这周我要学会用5种不同的方式说谢谢。今天我要跟我的语伴要10分钟，尽量不用英语。完成这些小目标带来的那种成就感啊，是让你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这些技巧听起来都很实在，很接地气。特别是那个错误本，我以前也试过，但经常就是记了一堆，然后就忘了看了。可能定期回顾和分析原因才是重点。那个每日小额输出听起来压力小很多，感觉更容易坚持。不过咱们回到之前说的那个心理障碍哈，就算有了方法，有了计划，如果心里那道坎儿过不去，好像还是白搭。对于这个怕犯错，真的有什么好办法吗？感觉这是很多人的心病啊。确实是这样，所以说营造一个让你感觉安全的学习和练习环境，这是打破心理障碍的第一步。跟你的难处是吧？或者找那种特别有耐心、特别鼓励你的老师。对，就是这个意思。找那些不会随便批评你，能给你一些建设性反馈的学习伙伴，这个非常重要。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语言交换的 App 吗？像 Tandem 啊、HelloTalk 啊，你可以在上面找找看。加入一些氛围比较轻松友好的线上或者线下的学习小组，也是个好办法。关键就是找到那个让你觉得，哎，我说错了没关系的那个圈子。另外呢，你可以尝试从一些低风险的活动开始，
比如先在一些语言学习的游戏 App 里练练手感，或者在特别小的学习小组里，比如就2、3个人，做一些像角色扮演啊、看图说话啊这类活动，目的就是先让自己习惯张嘴，把对犯错的那种恐惧感先降下来。你得在心里跟自己说，犯错是学习的一部分，甚至是必须经历的一部分。只要能从错误里学到东西，那就是进步。犯错是必要的一部分。哎，这个心态调整很关键。可能我们确实需要给自己更多犯错和改错的机会。好了，理论啊，方法啊，咱们聊不少了。为了让大家能听完之后马上就能动起来，不如咱们设计几分钟就能搞定的小练习，就当是今天的课后作业吧。叫7分钟词汇唤醒。你去翻翻你以前的笔记或者词汇表，找出10个你看着有点眼熟，但不太确定用法或者发音的词。然后呢，试着用每个词造一个简单的中文句子。最关键的一步，把这10个句子大声的、清楚的读出来，用手机录个音，然后自己听听你的发音怎么样，句子听起来自然吗？这个练习能帮你很快的激活那些沉睡的词汇，还能初步看看你的口语输出怎么样。练习2叫10分钟跟读挑战。找一段大概30到45秒左右的中文音频，你觉得语速啊、内容啊都还合适的，比如一段对话、一小段新闻或者播客片段，最好能找到文本对照。先仔细听个1-2遍，明白大概意思。然后呢，跟着这个音频模仿朗读，至少跟读5遍，要尽力去模仿人家的发音、语调、停顿。把最后1遍的模仿录下来，跟原音对比一下，看看自己哪儿模仿的不像，下次改进。练习3叫5分钟迷你写作，就用中文写6句话，描述一下你今天做的3件事儿，还有你现在的一种心情。不用写得多好啊，重点是练习用中文去组织想法和表达。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把这几句话发给你的语伴，或者在学习群里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能给你一点反馈。这3个练习听起来都很具体，而且花的时间也不多，确实是那种马上就能上手的。感觉就像是给那个生了锈的语言机器加点润滑油，让它重新转起来。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这个探讨差不多就到这里了。简单总结一下哈，如果你感觉自己学了挺时间长的中文，现在好像变得有点生疏，或者觉得基础不太扎实，别太担心，这事儿太正常了。原因可能很多，像咱们刚才聊的，学习方法啊，练习不够啊，用的少啊，甚至可能是心理上的障碍。但最重要的是，这完全是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善的。对，关键就在2点。第一呢，就是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法，把那个系统性的梳理和持续的应用结合起来。第二呢，就是要马上开始行动，哪怕每天就进步一点点，千万别怕不完美，持续的行动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武器。找到你自己的节奏，然后去享受这个重新激活语言能力的过程吧。那么最后呢，留给你一个问题，你可以结合咱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自己安静的想一想，在你看来，造成你目前感觉中文基础不太牢固，或者有点生疏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如果从明天开始，你每天能稳定的挤出，比如说就20分钟时间投入到中文学习上，你会优先把这宝贵的20分钟用在哪个方面，才能最有效的复苏你的中文能力呢？